3月5日上午9时，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今年，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7个着力的重大要求，明确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秘鲁时，出席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展，并向外国政要介绍兵马俑。他说：“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陕西，也是我的老家。”在介绍中，他还提到了一些特别的细节，比如，尽管兵马俑是通过模具制造的，但每个兵马俑的样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言语中充满自豪。这样一份中华文明在传承和发扬中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也流淌在每一位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对于中华儿女而言呢，兵马俑它不仅仅是一尊雕塑，更是一种绵延千年的精神文化标识。为了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到兵马俑，我开始了摸索着用直播加短视频的方式呢来介绍更多关于兵马俑的故事。在我的手机当中呢有16个备忘录，里面分别记录了青铜剑、三棱剑，包括将军俑、会射俑等等这些关于文物的一些具体的文物知识，我也会随时的拿出来去看它。同时，我还会思考游客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修建兵马俑？兵马俑跟现代社会之间到底有什么连结？我会仔细的查看我账号里的每一条评论。那么其中有一条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文化自信到家国情怀，这就是14亿人口大国为什么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原因。大国风范和自信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得以展现和传承。我想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芥末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讲解关于兵马俑的视频会慢慢转变成蓝色，这时紫色与蓝色共存。2006年，斯坦福的核物理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兵马俑身上的紫色成分居然是一种超导材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硅酸铜钡。硅酸铜钡作为一种高温超导材料，具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较强的超导性能，在液氮温度下即可实现超导。时至今日，这抹神秘的中国紫已经成为现代高温超导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超导材料对于社会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重大的推动呢？在霓虹闪烁、热火朝天的深圳福田 CBD 地下，我们便能找到答案。2021年9月28日，中国首条3相同轴超导电缆在深圳投产，为深圳第1高楼平安金融中心供电。这条新型超导电缆直径仅17.5厘米，长400米，但它的超能力不容小觑。它的输电容量高达43兆伏安，相当于可同时满足4列时速350公里高铁的用电需求，实现以5倍于常规电缆的输电能力。更可贵的是，它的输电损耗仅是常规电缆的1/4到1/5。这条超导电缆以数倍于常规电缆的电量输送能力，为福田中心区重要用户提供高可靠性供电。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在超高负荷密度区域建成使用的3相同轴超导电缆。根据测算，铺设1条10千伏超导电缆可节省500平方米土地。这样一个超导电缆线路，它实际上是要输送大功率的，是为用户的大负荷服务的，所以是真正意义上是城市电网的一个大的动力源、动力通道。这条超导电缆的投用，使得深圳再度成为第1个吃螃蟹的城市，为全球超大城市提供了新的供电模式，也是深圳锚定双碳目标持续发力的例证。秦兵马俑身上这个中国紫高温超导实验当中所产生的一个衍生物或者说是副产品，叫硅酸铜钡，是完全一致的。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震撼，因为超导材料呢是我们现代科技变革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是否反映了当时这个秦朝的这个工艺水准已经相当高了呢？
对这个技术，我们现在认为它有可能是在炼造其他的东西偶然得到的，可能在发现了这种这个紫色以后，有意识的把它用到了兵马俑的彩绘上，包括在后来，它应该是还沿用到了东汉的。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在兵马俑中，这种颜色，这种彩绘的颜色，并不是最常见的一种颜色。其实这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觉得这个都体现了当时2000多年前，秦就已经有了这种创新精神。其实就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深圳第1高楼平安金融中心的地下啊，就有这么一项由超导材料赋予超能力的科技。那这样一个深圳首开先河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啊，其实就是我们王宫所在的这个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牵头研发的。那就请教一下王宫啊，为什么这样的一项科技创新可以被称为国际超导电缆制造的皇冠呢？因为这条电缆呢，是我们国家第1条10千伏的交流3相同轴的高温超导电缆。高温超导，大家可以猜一下，高温到底多少度？高温，实际上我们所谓的高温是零下196度。因为这个超导啊，我们最早发现的时候，超导的这个东西是在绝对的零下270度发现的。我们的这个高温是相对于这个零下270度来说的啊。我们用的是零下196度，在液氮的环境下，让我们的超导材料来呈现它的特征，使我们的输电是没有电阻的。从它的输电走廊来说，它相当于普通的5根电缆，啊，我们占地面积更小。啊，它可以低容量传输大容量的负荷，我们不需要在这周边建很多的变电站，所以这个就是说，解决了我们这种大城市高密度负荷的一个供电的难题。其实这个文物呢是历史的载体啊，它也延续着一个国家民族的这种精神血脉啊。说到芥末啊，芥末从事导游的工作啊，我看到。你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经常听游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来看兵马俑，就是活人看泥人儿，泥人儿看活人，啥都看不懂。但是我们只要有心去了解这个文物、这个兵马俑背后的故事、背后的历史，可能就会对兵马俑有不一样的理解。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就比如说大家一来到兵马俑的话，就觉得看到的是一堆破土坑烂泥人儿，但实际上就是大家不了解的一点就是，兵马俑其实在刚制作出来的时候，甚至在刚挖掘出来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颜色的。其实那个兵马俑的上色过程，就跟我们女孩子化妆的那个流程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女孩子在化妆前可能要打隔离，然后涂粉底。那其实兵马俑也是需要涂粉底的，只不过他们这个粉底呢比较特殊，它是一种白色的液体，然后呢通涂到上面之后呢，再平涂彩绘2到3遍，然后呢再画出它的红嘴唇、黑眼珠子，包括还会打上腮红等等。以你的观察来看，今天的这个游客，他们是不是更愿意问一下这个兵马俑或者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他们开始走上科普的道路，开始研究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些留下来的不是我的祖先留给我的，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每次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带着小孩都是第一个去博物馆，去了解那个城市的历史、现在和将来。我记得去年在带团的时候，有一个游客啊，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然后当时那个小朋友走到2号坑的时候，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2号坑里面有一尊那个鞍马骑兵俑，就是那个马的旁边有一个洞。小朋友年纪比较小嘛，就是那种奇思妙想特别多。那个小孩就直接问我说：“他说导游姐姐，这个是不是储钱罐呀？”他说：“那得放多少钱呀？”他说：“这个特别像我家里面那个储钱罐。”然后我当时就给他说：“我说因为兵马俑呢，它上半身都是空心的，下半身呢都是实心的，所以它这个上轻下重，相当于我们那个不倒翁原理一样。然后呢，而且它把它做好之后，还要放到那个950度到1050度的高温窑里去烧，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高温烧炸裂。”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这个洞呢叫做排气孔，其实跟你那个储钱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小朋友在对待每件文物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是觉得这就是一件文物而已，他们会通过这件文物衍生出来很多的那种奇思妙想。然后我们作为导游的话，再把这些东西告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就会
大大引起他们对于历史的一些兴趣。听2位老师讲，我突然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电视剧里面经常男女主角失忆了以后都会去找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到底是谁？其实去博物馆，很多人也是去找记忆的。我们民族怎么来的？我们民族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有找过去的本能，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像您刚刚说，就是知道过去，还要看到现在，才能看好未来。对，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说法，叫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还是要指向未来的。我在想一个词儿叫大思政。就从小我们都在学思政课，但我突然发现，文物是思政课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就是希望能不要直接的告诉孩子你给我记住这个概念，我希望能够通过文物让他们自己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国家是灿烂的，我们国家是悠久的，都让他们能够自己从文物上产生这样的认识。秦兵马俑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从它的千人千面栩栩如生，它的制造技艺巧夺天工，都可见一斑。从这个世界第8大奇迹身上，我们也足以见得秦制造业的发达。历史与实践表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强盛的国家和民族。我国重视发展制造业，2000多年前便开始标准化、制式化探索的大秦制造，更是让后世叹为观止。那么，秦的制造业究竟有多牛？让我们跟随短片，一同穿越历史长河，来感受一下大秦制造的卓绝技艺。从小我们就在历史中学到，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知识点，但文字背后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直观地理解什么叫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主要面对小朋友传播中国文物故事的从业者，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在秦咸阳城，我们发现有一个墓葬，它出土了一个叫19年相邦晚明铜戈的兵器。这件兵器上不仅有河南新郑韩国故城的元素，还有秦国的元素、楚国的元素，这就是统一而多民族。秦的统一既有制度的统一，也有标准的统一。这些统一绝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点，在穿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总能寻找到最真实、最鲜活的痕迹。考古学家从已被发掘的秦兵马俑中出土了4万多个三棱箭足，这些箭足的头部呈三棱形。经专家研究对比后发现，这些箭足的金属配比几乎一致。经过详细测量的100个箭头，底边宽度误差仅有0.83毫米。不仅如此，与箭足配合使用的发射器具弩机，从全部28套中抽取13套，发现各零件尺寸已基本相同。特别是削和削孔的间隙配合有较高精度，零件互换不成问题，证明当时的秦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大量制作高质量兵器。兵器它的这个制造是有这个严格的标准，而且也有这个严格的监管的制度，有点类似现在我们的这种流水线的生产，而且它对这个质量有很高的这个要求，包括它使用的这个武器材料很值得这个研究，就是因为在当时铁器已经出现了，秦人仍然使用这个青铜兵器，而秦人呢，这个打造青铜兵器的这个能力，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呢是相当高的。在当时这个铁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韧性不足。推而广之来说的话，在这个寻求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或者说是技术的一种运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也展现了一种思路，就是一种务实的思路。这种务实的思路呢，不好高骛远，而是一种从这个实用角度出发，以追求效果的最好为它的这个出发点和归宿。标准的高度统一之所以被后世视作秦制造业先进的例证，是因为标准化对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近代工业标准化开始于18世纪末，以互换性为基础的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等标准化形式开始得到充分应用，并推动了工业化在全球的进程。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实现了从参与者和贡献者到推动者和引领者的跃升。2021年，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开始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冷和空气调节技术委员会制冷压缩机的实验和评定分委会主席。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上领先的国际标准制定者。中国作为制冷空调生产大国、制冷空调消费大国，在国际制冷行业标准体系中一直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一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担任国际标准组织分委会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现在是国际标委会的主席，作为企业人当国际标委会主席还是第一人，那我觉得就是说明了不是我能力，是我这个企业的品质和技术是走在了前面，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路做国际化。当然，很多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就说，哎，我有了这个权利以后，我就先给我们国家考虑，错了，要按我的游戏规则。对，一定要设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个平台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国家做什么事，而是为世界做点什么事。哦，就是您理解的国际化，不是以我为主，而是我们就向国际看齐。对，不是向国际看齐，创造国际标准。对，创造新的国际标准。对，我是在这里当这个标委会主席，当然我们有很多国家参与进来的，大家共同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这时候，就是可能我们会提出一些技术标准，大家可能有的国家认为这个标准太高了，不接受，有的认为你这个标准好像就是说低了，假设都可能有，大家都会反复讨论，最终是我们引头做出更高的一个标准。它要是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很重要。您成为国际标委会主席以后，制定哪些标准哈？就说对引导中国国内企业向国际化看齐啊。我觉得我们定标准主要是在压缩机，因为我们这块我们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然后我们有研发团队，我们有几百号人、几千号人在研究这个制冷专业里面的东西，所以它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关键是它有这个实力对技术做判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比如我们把这个压缩机建立这个标准要求做到什么样子，这是很多的人可能很多有些国家都做不到，他就可能就不通过，但是我们要引导。大家一定要往这方向，这个上围绕什么绿色环保这个节能等等，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做一个标准。不仅仅是格力，小到一个微波炉，大到高铁列车、特高压输电网，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正踏上走出去的新征程，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可以说，标准化为中国产品走出去增添了一双翅膀。从以大秦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标准化惊艳后世，到如今中国现代标准化走向世界，为国际标准体系建设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中华民族对标准化的追求，标准化对大国制造的支撑，绵延千年，一脉相承。我们现在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切的优良的品质，它都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说呢，是这个几千年来丰富的历史文化积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种历史的底蕴，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底蕴，所以呢，能造就了我们这个中国现在在这个制造业方面呢，在全世界独领鳌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制造业是立国之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论述，指出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否也是我们今天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一个底气所在呢？我觉得是因为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们确实找到了很多古代制造的痕迹，或者我们说叫手工业的痕迹。从4000年前的石峁遗址，我们就有做弓箭的这个痕迹，有做这个古筝的痕迹。在周原呢，我们又把骨头做成各种工具，包括做铜。回到兵马俑这个问题，像兵马俑的那个铠甲，我们发现过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坑，叫石铠甲坑，里面找到铠甲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它只代表了我们的产品。我们还去找
这一些铠甲是怎么做的，怎么分工的。那么这种种的证据就表明了我们国家自古就有对它的重视，包括这些精美的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生产，甚至我认为可以说是我个人认为可以说成生产链了，有大家的分工合作，有大家的这种众志成城，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标准化的问题啊。其实标准化呢是这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在秦统一6国之后，又开始实行这个车同轨，然后书同文，行同伦，其实强调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手工制造。那其实这种标准的统一是否也是秦制造业这个发展非常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发现，在兵马俑博物馆当中，尤其是在1号坑当中，曾经出土了4万多枚箭足。那么这个箭足呢，都是3棱面的箭足，而且这个箭足它是一种流线型，并且我们发现那个箭足它的箭首跟箭挺部分，尤其大秦铜足当中，它的那个重量均达到50克，这个是一种标准化。那包括还有这个青铜剑也是，青铜剑的每个总共有8个棱面，那8个棱面它的长度呢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兵马俑博物馆当中出土的这种大量的兵器，他们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期，标准非常统一，对，已经达到了标准化。那秦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对于后世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百代皆因秦法”。就是秦虽然14年的这个比较短暂，但是它所创立的很多制度观念一直在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汉乐府诗，实际上乐府这个机构，根据我们的考古研究，它是在秦代的就有了，那个上面就有写北宫乐府了，那就证明说汉是延续了秦，包括后来的很多观念制度也是学了秦，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是一直流传下来的。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强调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我们知道王老师从事这个祭典保护领域已经深耕20年的时间了啊，而且呢，您曾经说过，接错一根线啊，停电一大片，可见这个标准化工作已经成为您工作的一种日常了。那在您理解看来，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在我们电力系统啊，我们的任何一个设备，从它生产、运输到现场的建设，最后的验收、投产，每个环节都有它自己的标准。只有你每个环节都达到了标准，这个设备才能投入运行。这在我们单位深圳供电局来说，我们自己也会制定很多的标准，我们的这些标准都会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都要高，啊，为了适应深圳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我来说吧，一个高的标准才能驱动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一个提升，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那王工在你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啊，有什么样给你印象特别深的这种案例啊？比方说，就是非常要严格执行这样的一种标准，只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才能让这个工作进行得非常的好。就像拿我们的刚才说的超导电缆来说，这超导电缆从原来是没有的，一穷二白。我们从生产的超导电缆出来，我们要做各种的实验，这种实验能不能达到我们需求的标准？这个标准，因为之前是没有标准的，那我们自己制定标准，啊，来实现我们要制定相应标准，啊，最后的投入运行我们都要标准。就来刚才说的那个超导电缆2微米的那个头层的那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这10米的那个样缆，当时就是不满足我们的大功率的输送的要求，啊，因为它的投了不均匀，所以达不到电流达不到我们想要的值，啊，输送不了大容量，所以我们推倒重来，啊，原来那个电缆的生产线是一个半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我们重新设计，变成一个全自动的生产线，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标准的要求，啊，最后我们的电缆才能生产出来。要探寻秦制造业为什么这么牛，有一个因素就不得不提，它就是工匠精神。伟大时代需要伟大工程，伟大工程需要伟大精神支撑和引领。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全面崛起，照端于手工业实践的工匠活动，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当中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深厚意蕴。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秦的工匠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工匠精神又如何传承至今？匠心又是如何闪耀中国制造呢？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是《吕氏春秋·孟冬记》中的一段描述，意思是说，在生产器物上必须刻上各级负责人及其工匠的名字，以此来考察他们的做工质量。如果达不到标准，就要进行责罚。也就是说，从丞相到工匠，层层责任到任。这项名为物勒功名的制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在青铜器上刻记人名的现象，但此时多是标明物品的所有者，并非制作者。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物勒功名开始作为一项制度走上秦的历史舞台，并为秦帝国的崛起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1978年，秦俑考古人员在兵马俑1号坑发掘中，发现2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兵器，其中有6件青铜戈，正面刻有铭文：3年相邦吕不韦造，4公折，成义，公吊。考古人员经考证认定，3年就是秦王嬴政3年。相邦吕不韦造是说吕不韦是最高督造者。4公折就是兵器生产的直接负责人，成义就是管理工匠的一位职官，而工吊就是铸造这一兵器的工匠。有意思的是，这个叫做吊的工匠的名字，在秦始皇不同年份的9件4公坯上都出现了。考古学者由此推断，这一工匠在10几年里一直负责铸造兵器，是位技术熟练的老工匠。此后，物勒功名制度被各朝代所沿用，影响深远。我们在战国之前，无论是夏还是商，还是西周，大量的器物上头说我们看不到生产者的名字的，看到的呢，顶多比如商代的经文、金代经文是使用者的，它不会出现生产者的名字，因为它实际上是个体化的东西，或者是给个别人服务的，它没有大规模的这个生产的需要。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呢，随着这个社会结构的逐步变化和这个生产力的发达，以及大量的人从事了这种手工业生产之后呢，物勒功名制度呢，我想才应运而生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勒功名是我国最早的问责制，它不仅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工匠精神传承的重要保证。物勒功名制度的形成，驱使工匠的名字与产品质量优劣终身相伴，直接造就了中国人骨子里素有的对精湛技艺孜孜追求的工匠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工艺文明。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弘扬工匠精神成为了新的时代议题。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揽月，从天眼探空到北斗组网，再到港珠澳大桥飞架3D，一个个超级工程，一件件国之重器，一项项高精尖技术的背后，除了科技发展的突破，也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周控 RV 已经到1500米，收到。周控 RV 已经到了采玉树的北面，现在面前有一个 MV 阀，请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阀。这是一次海洋油气工程海底施工作业现场，海平面以下300米是人类进行饱和潜水施工的极限，而水深超过300米的地方就是 ROV 水下机器人的主场。它的操控者 ROV 领航员也被称为深海宇航员。韩超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认证资质的 ROV 总监，他不下水却能够在深海潜行。2021年3月9日，我国首个1500米水深自营深水大气田深海1号主脐带缆施工遇到了大难题，
由于水位太深，终端接头发生大幅度偏转，2台 ROV 多次纠偏均以失败告终。我赶紧说暂停，我们必须换一个作业方案，因为已经偏转140度了，再继续就会造成接头损伤，或者是 ROV 这种缠绕，给项目投产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此时，韩超指挥2台 ROV 配合，最终成功将接头找到正确角度。2021年6月25日，我国首个1500米深水自营大气田“深海1号”正式投产通气。韩超带领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安装奇迹，把中国人的脚印稳稳扎在1500米的大海深处。2位中共，中控2位，钢丝绳是不是不太好解呢？我看你们右手都动了。你稍等一下，水下的流比较急，你们得尽快最多还能再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明白，收到了。没有长时间的潜心学习，很难操控 ROV。韩超是全球最年轻的 ROV 总监，但他在国外团队当学徒的时候，却连 ROV 控制间都难以进入。2007年，韩超加入海油工程，当时控制间里是清一色的外籍员工，韩超和中方员工只能在甲板上干杂活。进控制间看一眼都不让，有一次还跟我说：“你想发表意见，再等20年吧。”我一下子就火了，心想：你外国人行，我中国人也不缺啥呀。为了弄清设备原理，韩超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勤学苦练。下班后，天天泡在控制间和维修间。ROV 的机械零件被他反复拆装100余次，厚厚的英文图纸每张都有他翻阅的痕迹。由于能够实操 ROV 的机会实在太少，韩超就自创土方子演练飞行线路。我就用鼠标线模拟 ROV 的脐带缆，在柱子上绕几圈。我想在水下的时候，我操作 ROV 时候，应该从哪个方向才能够绕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下，韩超用5年时间就达到了国外同行8年才能实现的高级领航员水平。31岁的韩超成为了我国第1位持证 ROV 总监和全球最年轻的 ROV 总监，打破该领域只有欧美人才能胜任的技术神话。一次作业结束后外方领航员飞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无法让ROV回到笼子中。飞了5圈后，我跟他说你让一让，我来飞。我一次就成功了。高超的技艺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让韩超迅速成为极难险重项目中团队的主心骨。14年来，韩超和团队几乎踏遍中国海油、南海和东海的每一个片区。在伊朗、缅甸、卡塔尔、沙特，他们同样凭借过硬实力，收获一个又一个国外业主的赞誉。从荔湾31深水海管铺设水下支持项目，到马来西亚达雅软管铺设项目，再到我国首个1500米水深自营深水大气田开发项目“深海1号”，韩超的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为每一次挺进深蓝保驾护航。我们要肩负起发展起来这个行业推动起来的这种重担。我见证并亲历了国家呢建设海洋强国的发展。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时代。中国的超高压为什么能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名片？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很多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比其他国家、比欧美的标准都要高。这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关键洞察力，其实呢，在秦统一6国之前，在秦国的时候在这个对手工业进行这个标准化之后，这个物勒公民法令就开始颁布了。当时呢，商鞅要求所有的这个制作武器也好，制作农具也好，上面必须要刻上名字，包括哪些材料供应商，包括工匠是谁，谁做的，监督者是谁，然后管理者是谁，一层一层沈老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物勒公民制度对于秦国、秦朝以及后世发展有着什么影响？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吐槽，就大家一起干，就不知道谁干的谁好谁坏，可能囫囵过儿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一旦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上了，你和这个东西就绑定了，它好坏我们就可以找到人。那相关人员都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那我认为呢，这是它质量能够达到我们刚才说那个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咱们现在也有ISO 9001认证，
实际上，这个物乐公民制度呢，它除了这个标明归属之外，就是责任人是谁之外，它还是一种社会文明以及道德自觉的一种体现。我现在带入古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在这个物乐公民的条件下，自己要做到对产品负责的这种工匠精神，证明了我对这事儿负责，这是我出品的，我出品我就不会让它质量不好。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双向的一种感受，不是完全的靠外在的规矩去要求谁怎么干，更是一种内在的主动性的一种工匠精神的一种付出。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对那个工匠对我自己技术的一种自信。哎，对。其实这样的一种制度呢，也造就了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芥末平时在做导游的工作当中啊，每天都在接触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啊。那作为一个当代的青年，从这个传承千年的这个工匠精神上，你得到了什么？其实我在带团的时候，就是一直给游客不停地灌输2个词儿，就是第一个叫大国工匠，第2个叫那个文化自信。兵马俑博物馆的一个修复人员呢叫兰德省先生，他呢曾经就这样来比喻修复兵马俑的工作，他说修复一件兵马俑就好比一个医生给一个病人做手术一样。他说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让每一尊秦俑呢健康平安的出院。我一直跟游客讲，我说他这个修复过程其实就跟病人去医院看病的流程一模一样。第一步要先干嘛？肯定要先挂号。所以兵马俑的修复第一步就是提取那个碎片，分类整理。第2步呢，就要相当于医生要问你这个病人今天，比如说你是头疼呀，还是哪不舒服，然后对兵马俑呢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比如说拍一些 X 光呀，对他们进行一些专业的机器的扫描，然后清理它的病害等等。其实，在这个兵马俑修复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清理彩绘过程，因为你要清理它的一些身上的微生物呀、动植物呀等等。当这个一系列步骤完成之后，就是拼接、粘对、补全。完了以后呢，就要开始给兵马俑建立一个电子，就是相当于一个身份证了。就是有了身份证，兵马俑才可以走出陕西，甚至是走向世界去展览。其实这个大国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2000多年前，就是每一个工匠制作兵马俑这种难度，它其实更体现出了咱们现在就是每一个修复人员他们在对待兵马俑这种精神。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叫做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这种精神。所以说，大国工匠它不光体现在2000多年前，其实更贯穿于我们现在。所以说它是古代与现在的一个结合。其实说到大国工匠精神，坐在我们旁边的王公，他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啊。王公呢，这个得到荣誉非常多，我在这如数家珍一下啊。这个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啊，国务院津贴，还有全国技术能手、能化系统大国工匠，还有就是技保神医。那其实，在您看来啊，大国工匠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虽然这些年得到了很多荣誉吧，其实我最喜欢大家称我为我技保工。我的微信名也叫技保工。其实从我的体会来讲，我是做机电保护工作的。我简单举个例子，如果把我们整个电力系统啊比作一个人的器官，那我们机电保护了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根像人的神经一样的那种2次接线呢，来控制我们的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接错一根线，就可能导致会停电一大片的这种情况。有个很诀窍，就是如果把那些图纸你都能记住，那现场的把图纸再跟现场对上，那你现场的工作就很方便。就说你现在脑子里装着1万张图纸，4000多套的设备都在你脑子当中储存，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1万多套图纸呢，如果现在摆在一起，可能就一面墙的那么这么一个范围。那时候刚参加工作。那个图纸呢，是因为不能带回家，只能在办公室看，所以呢，我就为了利用业余的时间能够看图纸，我就把那个手机拍成照片。因为那时候手机啊，可能就是30万像素、300万像素左右，屏幕也只有现在智能手机的大概1/3这么大，所以好多张图片才能拼成一张图纸。但是就是这样，我有空就把那个图纸拼起来，在电脑上拼起来看，大概就这样坚持了几年吧，几年下来，就刚才说的背诵了大概1万多张图纸，这样的，这图纸背下来之后，跟现场对应上了之后，所以现场很多的一些工作发生了什么缺陷、什么故障，我马上在头脑里把那个图纸就反映出来了。据说你解决问题非常快啊，半个小时就搞定。所以从我个人觉得来说，其实工匠精神对我来说，也就是说，既然做了这一行，就爱这一行。你就把它做得
最好把它做到极致。确实这次可以把王工的微信加上，然后到时候开个真人过去讲解啊，身体力行的讲解，更鲜活了。我经常会说，就是古人也不是怪人，历史不是死板的，他们都是真的活过的，他们都是真的去参与了秦这个大的工程的建设，然后留下了自己的一个痕迹。所以有时候这种古今的对应，确实会容易让人感慨，而且非常的奇妙啊！实际上，让文物、让文化活起来，目的是什么？是以古照今，是今天我们的人也要向古人的那种优秀品质去看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作为大国工匠，王工呢也把这种工匠精神不断的传递给更新一代的年轻人啊。那您认为如何激励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走这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呢？其实，在我认为啊，现在国家已经在大力的推崇和弘扬工匠精神，也出台了很多的关于产业工人的一些支持政策。那现在就我们高进了人才的，他怎么去获得一个认同感、价值感？他就在工作中给他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来施展他自己的才能。举个例子啊。我以教练的身份带队参加了全国的那个电力行业的竞赛，我们深圳的选手拿了个人第一、团体第一。职业上升的通道有多条，最终都是通向大国工匠。站在深圳第一高楼向外眺望，映入我眼帘，精力倾注于一道道工序、一次次实验、一个个装置，心无旁骛，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保障深圳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望向窗外，我的城市万家灯火，这便是我最大的成就感。